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我昨天成功的找到了，就是 AI 模特生成图，成功的终于弄出了我之前想要那种日韩亚逼风。然后现在在看前几天 P 的那个图片真的很土。然后过程是这样的，做法大致就是还是先找到喜欢的模特，然后让 ChatGPT 描述这个图，只是描述这个模特，然后扔到 Midjourney 里面去生成。主要是因为这次模特找对了，所以就成功了。然后对，背景也是阴差阳错选对了，很亚逼的天空。然后其实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意识到，其实我已经找对了方向了。就是我当时只觉得这个图很好看，然后我又生成了几张外国模特的。其中期间生成的时候，看到一张模特脸被塑料袋挡住了，我觉得好像这个设计还挺酷的，就是要沿用这个设计。然后又生成了几轮，感觉不太对味儿，我就选回了之前找那个亚洲模特的图，又找了他另一张图。然后生成的新的东西感觉也还不错。这个时候所有的背景我都是随便挑，什么天空啊、草地啊、乱七八糟的背景我还没有特别注意，但是已经生成的非常棒了，就是这个 feel 已经很对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我就用它出了一张图，就是把那个拎包，这个拎包是我做的，我设计的，我设计完给他亲自用热压机给它压出来，然后缝出来的这个小包。然后对，我把包披上去，把塑料袋挡脸这个效果披上去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。但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说我已经找到那个风格了，是直到说我说那完犊子，我现在不得把之前所有 P 好的就是戴帽子的图片又得把塑料袋压脸这个地方重新 P 一遍。然后我就先 P 了一张我导出来之后，我正好2张都导出来了，我就一对比一看，我说这个风格也太不搭了吧，这哪看哪不对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说我找到我要的亚逼风了，就是这个风格，就是所有图都应该按照这个风格做。然后这是昨天的进度，到了今天之后，没有，昨天还有多的进度，就是我就说那我再尝试再做一张生成，就是再做一张帽子的吧，然后背景还是这个绿叶的背景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还是选好了一张模特图，然后描述模特扔到 Midjourney 里面去生成，这个是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这张也对味了。这就是对，这2张是昨天的进度。然后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应该是可以，我感觉就是有这个直觉说我应该是可以做背景拼接的，虽然之前没有成功。然后这次我是这么操作的，我先选好一张模特的图，然后选好一个喜欢的背景，先让 ChatGPT 描述这个背景，然后发出模特图让它描述这个模特，然后说我要模特是这样，背景是 code 刚才他给的描述。然后我还跟他说，我说你给我生成一个 prompt， 但是注意字数不要超过 Midjourney 的那个限制。然后他给我出这个 prompt， 然后扔到 Midjourney 里面去，大功告成。然后其实我昨天跟今天做的还挺嗨的，就是那种找对的方向之后那种嗨。现在其实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因为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，说要想一下该怎么用这些图。就我其实风格参照的是 MM Paris 这个 studio， 是个法国的设计工作室。但是 MM Paris 它给了大部分案例，它都是印刷，它就是给奢侈品书那些时尚杂志的设置和海报比较多。然后我这个要用到网页端的屏幕，我还没想好这个设计要怎么，就是已经有 branding 有图片，这个要怎么组合会更适合屏幕一些。然后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觉得那还是不要想太多了，直接上。就是想太多，我又会进入之前那种
下很多，然后做的也不成功，然后就进入这么一个恶性循环，直接上。我其实还想再尝试一下 AI 的视频生成，不知道，一个是学习成本说一下啊，我就是现在不太确定 AI 视频学习成本有多高，希望图片生成可以复用在视频生成里面吧。我从第一次开始尝试，就是这张图，到23号，今天已经历时快2周，13天。然后我从这样一开始做到了这样，真的辛苦了，很厉害了已经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我是怎么坚持下来了2个星期。我觉得状态改变是我 Vlog 15里面说的，就是调整好心态，做3个25深呼吸，然后看 reference， 就是 reference 能告诉我一开始的初心是什么。我一开始初心是想把这个 branding 做成什么样子的，就是只有脑子里有那个让我很激动很喜欢那个目标的时候，我才会一直往前跑。我觉得这个是转折点，所以这说明看 reference， 看很多 reference， 并且把脑子里这个风格要预想出来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也是最花时间的一点，就是大海捞针去捞你那个灵感。但只要挺过这一点之后，其他都还好做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又是进入下一轮的大海捞针的状态，就是又开始捞说 OK， 我现在要怎么把这个东西组合表现出来，表现成我想要的效果。因为我觉得之前的设想有点还不够好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好一点。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步骤是，就是我该如何就是很嗨的做设计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甚至有点迷信，我觉得只有当我心情特别嗨的时候， AI 出的图才很正。然后我就给自己列下了有这么几种，就是我是就是要满足这么一些条件。第一个是满足已经有一个方向，就已经是跳过大海捞针，已经是完成大海捞针的那个阶段。第二是我的作息休息要不错，睡眠好，没有犯病，没有抑郁，没有焦虑。然后第3点是已经进入心流状态。我一般会在开始之前先把视频剪了，就是剪视频这个事情它不太难，所以它能比较容易让我进入心流状态。就是视频剪完之后我已经进入状态，然后就开始做设计。第4点就是咖啡，还是要喝一些咖啡，喝完咖啡就能成功的嗨很久。第5点是要听很嗨的音乐，这点其实还挺重要的。有时候感觉不够嗨，然后灵感有些枯竭，是因为没有找到我觉得很棒的音乐。然后我这次听的是这个乐队的摇滚专辑，哇，就是一直特别带感。然后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。其实我写了很多，但是因为也可能只是单纯把我要说的东西给一字一字写下来，而不是写那个关键词，所以写了很多，但是分享起来时间并没有那么长。但我觉得今天也算是为这2周的探索做了一个结尾吧。辛苦了，已经很棒了。我现在再回看，我居然这个事情，我居然断断续续2周我才给它摸索出来。这还是在我对 ChatGPT 的尿性比较熟悉，我对 Photoshop 的那个 Generative AI 的尿性也很熟悉，就是已经用了1-2年的前提下，我还花了2个星期我才把这个东西搞明白。行吧，今天大概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大家 ，See you guys。